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跟着 Jason。在上一集，我们从吉田县的五合目出发，一直爬到七合目的最后一间山中小屋东洋馆。那在这一集呢，我们会从东洋馆出发，经过3000公尺的高度，之后来到八合目的白云庄山中小屋。在上一集有说到，在东洋馆这边风会稍微比较大一点，可以先把薄外套放在包包比较好拿的位置，因为当风大的时候，这个体感温度就会稍微比较低一点，觉得有点冷，就可以把薄外套穿起来哦。那我们从东洋馆出发，一出发呢，先面临一个比较斜的坡度，会一直陡到3000公尺的高度才会比较平缓一点。那你一定会问我说，3000公尺要怎么知道这里是3000公尺呢？在3000公尺可以看这张图片，在你的左手边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山脊的地形，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高度就差不多是在3000公尺的位置咯。恭喜你爬到3000公尺咯。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大概就是爬完这一段路程的一半咯。你也可以稍作休息一下。那跟大家说一下富士山的小秘密。大家都知道富士山是一个独立的山峰，从很远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富士山，不太像是台湾啊，它会延绵不绝的山。大家在登山的时候，是不是都会想要在山谷里面稍微呐喊一下 "Hello， 你好"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山就会有回音嘛，会有回应。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富士山它是一个独立的山峰，它的附近都没有山，很难在这边大喊的时候可以听到回音。但是在3000公尺这个地方可以听到山的回音哦，非常非常的特别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左手边是有一个很长的山脊，你就可以对这个山脊大喊 "Hello， 你好"。但是要注意哦，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日本，如果你喊你好 Hello 的话，它是不会有回应的哦。那在日本呢，他们都是怎么在山林里面呼喊的？你们知道吗？日本的话呢，大家就会是喊呀吼，你就要跟着入境水鼠喊出呀吼，那这时候富士山才会回应你哦。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。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其实你一开始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再加上之后就是超过3000公尺了，在它的压力啊、温度、气压的状态下都不一样，身体就会稍微比较疲劳，也会比较辛苦一点哦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所以我常常会跟客人说，3000公尺之后才是真正的登山的开始，我们还有一半的路程才会到八合目的第一间山中小屋哦。这一段路程呢，就会像是一开始的陡度一直持续的往上，看到小屋就快到了，但是过了一个转角的时候，这个小屋的前面怎么会有这么多高低落差的石阶？这时候你又会有一点点崩溃哦。加油，走完这几个石阶，正式的进入了八合目哦。恭喜你来到八合目的太子馆，它是标高3100公尺的位置。太子馆每次给我的感受呢，都是非常的温馨。有可能就是因为终于走完了这么漫长的七合目，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都会在太子馆休息。这时候你在这里休息，你也可以向下面喊加油。如果他听得懂的话，也会来回应你哦。因为大家真的很期待快点来到八合目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太子馆这边休息啊，前面的空间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，继续的往前走一点点，它还有一块空间是可以有休息的哦，然后也会有椅子可以坐。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烧印，它的烧印大部分都是做户外的，你就会看到一个老先生，他弄了一个炉，用炭火在烧。然后烧的就是那种旧式的烙印棒，蛮有味道的，然后也会蛮温馨的。经过的时候就问大家要不要烧印，再加上你也很累，然后有人跟你的互动对答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地方是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它的烧印其实我也觉得很值得烧，因为它是八合目的第一间山中小屋嘛。它的另外一个烧印叫做六根清净，那在日文来说就是六根秀久。六根清净跟富士山又有很多的渊源与故事。我如果有时间，我再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富士山的一些小故事。
自从八合目开始之后，会有一些岔路，这些岔路呢，主要是连接下山道。如果你今天不小心走错了，它是会一直往山上走，没错。但是如果从下山道往山顶上走，中间是遇不到山中小屋的哦，它又会直接直达山顶，会跟我们的上山道完全的不一样。当你发现跟别人走不一样的方向的时候，你就要有所警觉哦。八合目的山屋，它都会把路线关闭起来，我拉绳子啊，或是用牌子跟你讲说立路禁止，不能走这边。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看一下指示牌再走，才不会走错路哦。准备出发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岔路，太子馆的岔路呢，左边会是看起来比较缓和的扎实地形，看起来比较好走。在右手边呢，有一点高低落差，实际的路线正确的路是右手边这一条，之后会稍微拉平一下，再来的路程变得稍微比较窄一点，一次容纳1个人到2个人通过，地形石头也会稍微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你在走这些路段的时候，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头顶爬高低落差的时候，不要撞到头咯。快到下一间小屋之前呢，都一样，就会再做一个很长的石阶，加油一下就可以爬到下一间山中小屋咯。恭喜你抵达八合目的蓬莱馆，它是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山中小屋。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第一就是来到这里的人其实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，然后再加上其实他们的山屋常常门都是关起来的，或是常常不会有人在大厅。它的商店是一个小小的窗户，稍微比较亲近一点。前面的休息区坐的位置也没有那么多，可以稍微再往后面走一点点，会有一些高低的台阶，可以稍作在这些台阶上面做休息。蓬莱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这个烧印，烧印的图案呢是一只乌龟的样貌，因为在蓬莱馆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乌龟的岩石，大概在它的厕所的位置，你往上面看，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乌龟的岩石趴在富士山上，然后它会有一个长长的龟，是这样吗？它会有一个长长乌龟的头然后跟一个壳趴在富士山上，非常非常大颗，非常的特别，所以这个烧印就代表这个蓬莱馆的特色。再往前走一点点，就会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就写着蓬莱龟岩8大龙神，之前是站在这边就可以看到，后来建造的人工的防土墙啦，如果你站远一点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这个石碑也非常值得拍照做纪念的哦。出发之前，我先恭喜大家一下，因为七合目的火山熔岩地形到这边就差不多没有了，再来就只有到山顶的最后一小段，还有稍微高低落差的地形而已。之后的地形就会像是我们6合目到7合目 Z 字形的坡道、砂石的地形，但是因为高度的增加，爬起来还是会非常的辛苦哦。从蓬莱馆出发，要到下一间山中小屋，这一段非常的长哦，路程我们差不多要走30分钟左右。如果中间觉得比较辛苦、比较累了，也可以在路程中靠着墙或者靠着木栈板稍作休息一下哦。快到小屋之前，它会有木栈道做出来的台阶，过了这个几个台阶，回转之后就会来到了下一个山中小屋哦。恭喜你抵达八合目的白云庄，那现在的标高位置呢是3200公尺的位置。白云庄也是我大部分会安排入住的山中小屋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下一集呢我会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会安排在这一间山中小屋呢？那有几个优点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在这支影片按个赞哦，也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哦。3一直都在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